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我们继续来讲《Rick and Morty》第4季的第9集。在开始今天的故事前，我强烈建议大家先补一下第3季的第9集，然后再来看我的解说，这样大家能够对老白和淑芬的父女关系有更深的理解。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富贵趁着小黄和小花放春假，驾车带着家人们去露营，本意是拥抱自然放松心情，可车里的气氛却异常压抑，只有富贵自己乐在其中。小花正值青春叛逆期，心心念念着朋友的 party 和吸完之后会很带劲的神秘气体。小黄则处在沉迷虚拟世界的年纪，满脑的都是电子游戏。富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表示这些千禧一代就该放下手机，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嬉戏。然而不只是俩熊孩子，就连淑芬也提不起劲儿，她来露营只是为了和父亲老白共度一段美好时光，尽一切可能弥补童年缺憾。对富贵的殷勤毫不在意，可一向孤僻的老白为啥会同意浪费时间参加露营呢？ And that means no sci-fi bullshit. Isn't that right, Rick? Uh-huh. Rick, was that a sci-fi phone call? Shut up, Jerry. 小花抢过手机一看，鬼鬼，屏幕上赫然写着：“亲爱的老白，请给我回信，我怀孕了。”老白老脸一红，赶紧申辩道：“孩子压根就不是我的。”第三集，老白为了逃避心理医生，把自己变成了一根黄瓜。看来这回参加露营也是为了躲避情妇的追查。老白逃避责任的操作触动了淑芬最敏感的神经。从第3季第7集简单老白的记忆里，我们知道老白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直到淑芬15岁那年，他突然抛下母女俩不辞而别，对年幼的淑芬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眼看着老白又要故技重施，抛弃自己的亲骨肉，淑芬当场就发飙了：“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去见孩子他妈！”老白做事一向唯我独尊，唯独对女儿百依百顺，只好一键切换飞行模式，带着家人来到了一颗诡异的星球。原来孩子他妈不是外星人，也不是老白前女友 Unity 那样的联合体，居然是一颗名叫盖亚的星球。没错，老白身为资深科学家，敢和星球啪啪啪。老白的一小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大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们刚好就赶上了盖亚分娩的一刻。 Okay, getting right into it. 眼看着留着老白头发型的石头人们前赴后继摔得粉碎，老白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姑且不论这些孩子是不是他的，老白认为自然进化就是最好的父母，没准这些石头人摔着摔着会自己进化出硬壳和翅膀，一开口就是老达尔文了。可老白见死不救的行为再次触动了淑芬的敏感神经，他从富贵的背包里掏出蹦床作为缓冲垫，能救一个算一个。你问为啥露营要带蹦床？富贵的心思你别猜，反正你也猜不明白。这回轮到老白看不下去了，既然淑芬决定救人，那就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老白就地取材，打算建立一套完整的生产时间，不光要救命，还要一手包办孩子们的未来。淑芬也干劲十足，打发富贵带着孩子们去露营，他和老白则要大显身手，抓建设，促生产。富贵眼看着盖亚星山清水秀，干脆在不远处支起帐篷，点起篝火，甚至掏出露营标配的烧烤杆，烤起了棉花糖。烧烤杆划重点，后面要烤。富贵就要向孩子们传授露营技巧，没想到小花不乐意了。 Let's be real, you've been high-roading us nonstop, forcing us to do nothing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you're gonna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isn't it? Because if you move the bar so low, you might actually seem like you're worth a别骂了，人都要被骂傻了啊！富贵本来就傻，那就没事。小花一波口吐芬芳，轻易攻破了富贵脆弱的心房。只见他背上背包，默默离开营地，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反观老白那边，车间已然出去出行，盖亚分娩的石头宝宝被分门别类归入不同的流水线，从教师、医生到律师、科学家，应有尽有。除了这些常规分类，老白还额外设置了无产能废人区，把 DJ、美食家和网红之类的对社会发展没啥贡献的人都扔到这个区里，等待学生利用。你们不要喷我，这都是老白的原话。没想到废人的数量过于庞大，居然把车间给撑爆了。这时淑芬身体里的老白血脉发挥了作用，他觉得与其留着废人浪费资源，不如把他们全部从拐道排出去，自生自灭。父女俩一拍即合。 These kids may not be mine, but you definitely are. Look at you, my little steampunk overlord. 老白和淑芬的工程蒸蒸日上，反观富贵就没那么好受了。他离开营地，漫无目的的游荡到湖边，本想打个水漂出出气，没想到演了一出真。 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试图丢到水中，在水流和岩石间玩起了人肉漂流，又误入了老白和淑芬建立的车间。经过一番筛查，不出意外的被归入了废人行列，要被扔出了车间，和其他废物石头人一起在荒郊野外自生自灭。废物石头人们陷入迷茫，可富贵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别说被踢到荒郊野外，就算被扔到外太空也是家常便饭。他的乐观心态以及钻木取火等露营技巧，令废物石头人们大为折服。富贵被分为酋长，在他的领导下，石头人们建立起一个露营部落，除了搭帐篷、削木棍、练习钻木取火，就是繁衍后代。他们还将老白和淑芬建立的城市文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另一边，在老白的规划下，石头人们在短短几天内就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围绕车间建立起一座城市，甚至造出了第一艘太空船，即将向太空进军，实现从行星文明到星际文明的跃进。飞船揭幕式上，父女俩看着他们从零开始培养的石头人文明，感慨万千。经过这次大工程，父女俩的关系又亲近了一些。没想到，就在老白的亲情时刻，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长得很像宙斯的外星天神。原来他才是石头人的生父。盖亚则表示这一切都是误会，劝老白赶紧离开。就连淑芬也觉得这个山寨寿司长生不老，比老白更适合当石头人的父亲。
眼看着情妇和女儿都不站在自己这边，老白这种目空一切的老傲娇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你宙斯就在盖亚身上打了个寒战，别的啥也没干，现在一句话就想把我老白亲手培育的文明都领走，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当场就要飞进云层暴打天神。偏偏在这个时候，富贵带着他的子民们蜂拥而至，他们要报复那些抛弃他们的城里人，与老白和淑芬隔席对峙。宙斯一看，咦，富贵是自己人，于是做了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他将自己的神力赐予富贵，而富贵也不负众望。Shaboom boom! Sorry, just trying to get the hang of this. 就这样，淑芬和富贵在地面上展开决战，老白在飞向太空和宙斯真人 PK， 一个是众神之王，另一个有可能是全宇宙最强科学家，是神力战胜科学，还是科学打败神话？都不是，他俩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最原始的方式。近身肉搏，两人从洛奇1打到了洛奇5，老白渐渐落入下风。上回被故事王胖揍，这次遭宙斯暴打，看来老白的肉搏能力是真的不行。面对宙斯压倒性的实力，老白这么孤傲的人居然选择了认输。他坦然承认自己压根就不在乎那些石头人，只求宙斯能保留那座城市，因为那是他和女儿淑芬一起打造的，是他们父女俩亲情的见证。老白已经认输，没想到宙斯公然违背体育道德，突然巨大化，眼看着就要捏死老白。众所周知，以巨大化作为最终形态的 BOSS 都会死得很惨。根据伽利略平方立方定律，当一个物体以 k 倍增长时，其表面积和截面积按照 k 平方倍增长，体积按照 k 立方倍增长，目标也就变大了。果不其然，正当宙斯准备捏碎老白的时候，一艘超高速行驶的飞船从身后杀来，本该和他俩擦肩而过的飞船，直接给巨大化的宙斯开了个脑洞。一代神王生得伟大，死得憋屈。老白切开飞船舱壁，想见一见自己的救命恩人，没想到驾着飞船的不是别人，居然就是小黄和小花。他俩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呢？事情还是从几年前说起。富贵离开露营地，然后就不知所踪。第二天，小黄几弟俩一合计，不如回去找老白吧，让他用传动枪把他俩送回家。没想到几弟俩的野外求生能力4舍5入直接归0，很快就在森林里迷了路，却意外发现了一艘外星飞船。俩人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啥都新鲜。小华一直想吸点带劲的气体，没想到飞船里刚好有几大罐神秘气体，小华当场就把持不住，猛吸2口，不光飘飘欲仙，还是整艘飞船了如指掌。浑然不知自己吸的其实是飞船制动液。而小黄呢，对飞船操纵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自己丰富的电子游戏经验，操纵个飞船还不是小他一点。姐弟俩通力配合，然后Jesus Christ, was that the wings? 飞船失控，一路加速，好巧不巧，正好撞进了宙斯的脑袋，这才意外救下了老白。宙斯的尸体从天而降，城市惨遭降维打击，还引发了地震。淑芬意外掉进地缝，命悬一线。富贵想要施援手，奈何胳膊短了一截，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富贵的烧烤杆立了功。他用烧烤杆把妻子救了上来。盖亚一看自己的炮友宙斯死了，现在又是地震，又是火山喷发，整座城市和大部分石头人都毁于一旦，只有一小部分石头人在老白的帮助下得以幸存。老白临走前还把外星飞船的钥匙留给了他们，一旦盖亚心情不好再次发飙，他们就可以用飞船逃往太空。这时候淑芬发问了，盖亚会不会把石头人养大，再派他们来追杀我们一家？老白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离开前往外星飞船上装了追踪器，飞船一旦接近他们就会爆炸。总的来说，这次冒险有惊无险，老白解决了喜当爹的大危机，淑芬得到了和父亲独处的机会，富贵充分展示了录音技巧，当了回酋长，还救了淑芬一命。小花气嗨了，小黄玩疯了，他们好像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却是一团糟，家庭旅行也彻底泡汤了。结束了热闹的家庭大冒险，照例来到了找彩蛋环节。这回的彩蛋大多出现在人物对话里，其中也不乏主创夹带的私货。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帮我补齐。首先是本集标题 Charlie Rick of Mort， 彩蛋对应科幻电影 Children of Man， 中文译名人类之子。故事讲述了20年后的人类社会，所有的人类都丧失了生育能力。作为非法移民的非洲女孩肯，在难民营里生下了一个孩子。为了保住人类唯一的血脉，警察迪奥在枪林弹雨中保护肯安全离境。本集里，老白和淑芬也全程为石头人们保驾护航。不过盖亚的产量可真不是盖的，那家伙简直是人体喷泉。小哈抱怨富贵带他们来露营纯属浪费时间，而他的朋友们则是已经看起了美剧《亢奋》。这部美剧讲述一群青少年试图通过黄赌毒来逃避现实，剧情本身并不像剧名这么浮夸，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在家长陪同下观看。为了拒收盖亚的短信，老白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个法拉第盒，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个金属盒，而金属能够阻断电磁波，把手机扔进去，盖亚就再也打不通老白的电话了。这就是老白，兜最大的圈子办最小的事儿，干得漂亮！我选择直接关机。贵大家和我一样，万万没想到老白的情人盖亚居然是一颗拥有独立意识的星球。这种猎奇的设定让我想起了《银河护卫队2》，星爵塔杰一哥作为古老天人族的一员，从外形上看，他的本体就是一颗长着脸的星球，化为人形跑去地球和星爵他妈嘿咻，这才有了星爵。老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胆子大，敢让星球放产假。老白将那颗星球命名为盖亚。在希腊神话中，盖亚是众神之母，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创世神，大地的化身，身份地位类似于东方神话中黄庭后土的后土。不同的是，他特别能生，非常符合本集中人体喷泉的产量。而这种批量造泥人的能力，又很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盖亚先后生下了天神、海神和山神，其中天神就是希腊神话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然后盖亚又和儿子乌拉诺斯生了12个泰坦，
这其中的小儿子就是第2代神王克洛诺斯，而宙斯又是克洛诺斯的小儿子，所以说盖亚算是宙斯的奶奶。而老白管和盖亚乱搞的那个天神叫宙斯，其实也是制作组在讽刺希腊神话神明之间的混乱关系。就说宙斯吧，他情人无数，子嗣遍地，虽然正妻只有7名，但他们要么是宙斯的姑姑表姐，要么和他是亲姐弟，多少都沾亲带故。鹿园地里，小黄闲如屁，主动提出去看老白训练石头人。富贵讽刺道：“你那是想看石头人吗？你就是想玩世嘉 DC 游戏机。”不得不说，富贵太落后了。DC 游戏机是日本世嘉公司于1998年推出的家用电视游戏机，应该是史上第1款可以联网的家用机，和索尼的 PS2、老任的 N64算是同一代产品。但为啥现在索尼都出到 PS5 了 ，DC 却没听说后续机型呢？因为当年这款游戏机被 PS2 完爆，直接导致世嘉退出了家用游戏机市场，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做游戏。事实证明，理念应当先行，但再先进的理念也闹不住拉胯的大环境。此处为倒在时代浪潮中的前浪们默哀3秒。石头人们经过层层筛选，被纳入不同的流水线，前往各自的岗位。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动画片《宝贝老板》，片中的婴儿们都是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无产能废人区人满为患，把人力资源区炸了个洞，无数石头人骂骂咧咧从天而降。我感觉这一段其实是在讽刺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曾经主持过美国一档求职类综艺节目《学徒》，口头禅就是You're fired。如今因为疫情原因，专家预测美国失业率有可能达到25%。要知道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不过10%，可以说建国同志真的是一语成谶。小黄和小花姐弟俩误入外星飞船，船舱里的外星人早已死于非命。从他们残存的骨架来看，和上一期末尾被格罗索寄生的3眼外星人是同族。小花猜测，船员们可能遭遇了能够控制思想的脑虫。这句话是在致敬《飞出个未来》第2季、第3集和第8集中出现的脑阔鱼。这种寄生虫能够寄生并操纵人类大脑。另外还有一部奇葩科幻片《铁线虫入侵》，也同样讲述了人类大脑被寄生虫操纵的故事。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这部电影，非常影响食欲。紧接着小黄又大开脑洞，猜测这次飞船会是误入神秘星云，船员都被星云造成的恐怖幻觉吓死了。这是彩蛋，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开动脑筋，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非常节目世上，老白吹嘘自己唱功出色，《狮子王》主题曲《生生不息》就是他的主打歌，还顺带吐槽了歌手的奇特造型。如果没猜错的话，老白说的应该是199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歌手的这段现场演绎，10几名舞伴愣是演出了大草原的壮阔气势，造型也确实很清奇。富贵带着非有石头人前来复仇，他自称为摩西，摩西是犹太人的民族领袖。根据《出埃及记》中记载，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之地迦南。没想到迦南不是无主之地，生活在迦南的人不但身材巨大，还建筑了高大坚固的城墙，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和富贵此时面对的困境如出一辙。紧接着，富贵用法术分开水面，召唤虫群，完全带入了摩西的角色，完美复刻了一把十诫。而摩西则是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被罚一辈子不能踏足迦南。严格来说，他是失败了，不愧是富贵，自我认知非常到位。宙斯被飞船爆头身亡，老白切开宙斯的头，救出了困在飞船里的小黄和小花。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就是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的，而撬开头颅的赫菲斯多斯是神界的能工巧匠，和老白科学家的身份完美契合。小花性格叛逆，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关键，智商绝对遗传了外公。小花明知看起来唯唯诺诺，但死了他手里的外星人不计其数，他俩不就象征着雅典娜的智慧和战争吗？当然了，以上都是我的合理猜测，这一切也许只是巧合，需要有大哈蒙或者假的听罗兰微信的小伙伴帮我确认一下，因为我 QQ 被他俩拉黑了，连不上。得知宙斯的死讯后，盖亚出离的愤怒，一时间火山喷发，岩浆摧毁了城市，瞬间吞没了几乎所有石头人。我认为主创安排这一段是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演庞贝古城的悲剧。庞贝古城位于现在的意大利，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火山灰瞬间淹没了整座城市，全城居民无一幸免。庞贝古城的遗址地下到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遗骸被火山灰包裹成了木乃伊，保持着死亡时的形态。按照这个逻辑，也许石头人的灵感也是来源于庞贝古城的受害者们。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多少有点蒙圈。本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首先是老白和淑芬的父女关系，淑芬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和父亲单独展开冒险，并用自己的能力赢得了老白的赞赏。反观老白，非但对女儿百依百顺，在和宙斯殊途搏斗的过程中，老白居然放下架子，主动认输，成为挽救他和女儿一起建立的城市。当然了，淑芬童年时被父亲抛弃的伤害不可能轻易愈合，要不然第5季还拍啥呢？ Well, I was impressed, Dad. He saved my life. No thanks to you. 而在感情线之外，主创们先用老白和淑芬打造的流水线讽刺了一波应试教育，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分为3、6、9等，他们的未来早就被规划完毕，每个人都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同时也被框架牢牢限制住，里里外外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看似简单有趣的社会，却很容易步入乌托邦的迷梦。这也就是为什么宙斯看到石头人之后大骂老白胡作非为，把他的孩子们都养成了空有一身专业技能、发达科学技术，但内心脆弱而空虚的废柴。然而宙斯那一套还不如老白，至少老白还想着帮助石头人自给自足，建立文明，而宙斯所代表的又是另一种宗教威吓式教育。他认为石头人缺少的并不是自我和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立意志，缺的是虔诚的信仰。后来和老白的打斗中，宙斯也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那些石头人，他只是想让石头人们学会恐惧。于是主创们顺理成章地把科学和宗教放在对立面，试图用一场非常不像样的战争让科学和宗教分出胜负。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二者孰优孰劣，科学与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宗教也能起到提高凝聚力、提供心灵慰藉、归属交流行为的积极作用。两者压根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二者要是在奇怪的方向走向极端，甚至彼此融合，也可能产生山达基科学教这样的怪异宗教。至于主创的形象还是很明显的，虽然淑芬率领的文明人在宙斯的神力下节节败退，但最后是飞船爆了天神的头。另外，就像第4季第6集中，主创借老白之口表达外出购物的欲望，这回富贵对外出旅游的渴望，道出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心声，愿疫情早日过去，还所有人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一转眼，瑞克和莫蒂的故事已经来到了第4季的尾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就要迎来第4季的最终话。不知道最后一集是平稳收官，还是给波澜不惊的第4季画上点睛之笔。本期点赞过10万，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见，拜了个拜。